邀请男上司来家里做客，穿着短裙的我不小心卡在洗衣机，只能红着脸让他来帮忙。他说是帮忙，却迟迟不肯用力。下一刻，我脸色大变，你别碰！我的男上司徐一舟来家里做客，趁老公不在，我使出各种招数撩拨他。穿上性感吊带裙，我的身材紧绷，弯腰时我刻意找了个能让他看见的角度，圆润饱满，美艳又动人，一双大长腿匀称白皙，有种说不出的勾人心魄。果不其然，徐一舟的眼神像被烫到一般，神色暗了几分。我一边招待他，一边时不时跟他有一些肢体接触。要知道，和老公结婚那么久，我已经很久没跟其他男人这样亲密过了。我去拿衣服时，不小心卡在了洗衣机里，还是以一种十分羞耻的姿势。为了减轻痛苦，我只能抬高身体，双腿不安的来回踱步，试图让自己出来。我娇软着嗓音，有些扭捏的喊了一声：“徐总，您能不能来帮我一下？我被卡在洗衣机里了。”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喊来了上司帮忙。我羞红着脸，不用想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模样有多难受。还好徐一舟看不见我的脸，否则我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徐一舟震惊的站在我身后，小芳，你怎么会钻进这里面？越说我越不好意思，声音细若蚊蝇，徐总，我刚刚拿衣服不小心卡住了，帮我拔出来可以吗？卡在里面实在不舒服，我的腰卡得生疼，我只能尽量抬高身体。但下一刻我突然想到，徐总他该不会以为我要勾引他吧？他会不会对我做什么？徐一舟的嗓音发哑，我来帮你。但下一刻我脸色大变，你的手。我叫林书月，今年25岁，清纯脸蛋，魔鬼身材，大白腿小蛮腰，白衬衫包臀裙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白领，和老公也很恩爱，只是在房事方面和老公有些不协调，每次他都不能让我满意。除此之外，一切完美。在工作了5年后，我终于迎来了升职加薪。今晚我邀请帅气的男上司来家里吃饭，感谢他的提携。今天我专门穿了一身性感的蕾丝深 V 上衣，若隐若现的曲线在灯光下十分诱惑，掐出盈盈一握的细腰，一双隐藏在包臀裙下的大长腿椰白的晃眼，只要微微低头弯腰，就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。我还喷了点有情调的香水，红唇大波浪，妥妥的事业女性，非常有女人味。我踩着恨天高走到老公面前时，他眼神一亮，一把从背后抱住我，有些粗意的咬住我的耳朵，温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耳畔，我都没看过你穿这么好看，你今天真性感。他的手开始在我上衣上的蕾丝花边上扯动，温热的手掌让我下意识舒服的依偎在他怀里。我反手勾住他的脖颈，缓缓注视着他，又忽然凑近他的耳边，故意吐了一口温热的呼吸，引得他浑身一颤。老公，毕竟是见老板嘛，肯定要穿好看点。等老板走了，我好好伺候你。我刻意咬中了伺候2个字，暧昧又调情。老公差点忍不住，就将我按在餐桌上，大手胡乱的在我腰间探索。不安抚好老公，等下怎么招待领导？我勾了勾红唇，被老公点起的火焰迅速窜遍全身，以至于听到门铃声时，我有些不满足的推了推老公，媚眼如丝。老公。老公依依不舍的起身，在我额头上吻了吻。老婆，晚上我好好疼你。事才办了一点，领导就来了，我感觉心里空荡荡的，可没办法，毕竟正事最重要。我安抚了一下老公，就去开门迎接上司徐一舟了。一开门，徐一舟让我眼前一亮，他今天打扮得很帅气，一身西装，又瘦又高。看见我时，他眼里也闪过一抹惊艳，我暗自窃喜，便将人请进了家门。不知道是因为老公有些自惭形秽还是什么，他竟然提出要出去买酒水，临走他还小声在我耳边提醒道，我出去一趟，你们2个孤男寡女可不能乱搞啊老婆。我只以为老公开玩笑，笑骂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娇嗔道，去你的，想什么呢，还不快买你的酒去。家里一时间只剩下了我和徐一舟2个人，我还从没有跟陌生男性同处一室过，有些莫名的不自在。而且非常奇怪的是，今天上司的眼神直勾勾的落在我身上，划过我的锁骨、深 V、大白腿，
眼神还暗了暗。你今天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平时在公司怎么不穿？我都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样子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穿了就好像没穿一样，整张脸都红了起来，不好意思的并拢起双腿。徐总，毕竟我结了婚，在公司哪里好意思穿，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我是为了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当然要穿得漂亮一点。徐一舟漆黑的眸子逐渐锁定我，意味深长的笑，真羡慕你的老公，拥有你这样漂亮的妻子，蕾丝上衣很有味道，我也很喜欢。什么意思？我突然耳根一热，看着对面的徐一舟，下意识往旁边坐了坐，没想到这一下竟然让我背后的衣服拉链开了，露出大片的白皙。我瞳孔轻颤，太社死了吧！我脸颊蹭的一红，手足无措的看向徐一舟，徐总，那个我衣服拉链开了，我去房间处理一下。没想到徐一舟居然直接起身坐到了我身边，他抬手就要碰到我光滑的背部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来帮你拉上。我浑身一僵，还来不及拒绝，他粗糙的手紧紧贴在我白嫩的肌肤上，带来一阵战栗。我的呼吸几乎停止，身体里那股燥热蠢蠢欲动。好了，直到他坐回去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同坐在沙发上，大概是因为刚才莫名的亲密举动，氛围竟然有点尴尬和暧昧起来。我坐立不安，这时候洗衣机突然响起了提示音，我洗的衣服洗好了。徐总，我先去晾一下衣服，马上就来。我慌忙离开，不过心里却小鹿乱撞，砰砰砰跳动的声音一直在耳边跳跃。徐一舟一向彬彬有礼，刚才怎么会突然帮我拉拉链？他会不会是对我？想到这里，我脸上一骚，我怎么可以去对异性上司想入非非呢？他或许只是人比较好，想帮我而已。我家里是滚筒洗衣机，这次我洗的衣服较小，有个小衣服卡在洗衣机里面，我打算钻进去拿。但是让我意外的是，我的身材太好了，竟然卡在了洗衣机里面，试了几次，来回晃动，我怎么也出不去。几番挣扎，我额头上露出细小的汗珠，脸颊也绯红一片，我意识到必须找人求救。可都过了这么久，老公也没回来，难道我只能去求助徐一舟吗？要知道我的腰肢直接卡在滚筒洗衣机，我焦急的像只无助的蚂蚁，可我今天穿的裙子实在太短了，而且我上半身在洗衣机，要是有人在后面肯定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头疼不已，就这样保持着姿势大半天，急得快要哭了。但是徐一舟却发现了不对，他走进来了，温柔的出声询问，舒月，怎么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羞耻的无地自容，声音闷闷的，徐总，我不小心卡在洗衣机里了，你可以帮忙把我拽出来吗？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惹人怜惜，像一朵被摧残的娇花。好，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，我只感受到他声音沙哑了几分。我下意识夹了夹双腿，现在这个姿势实在是太暧昧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有道无形的目光落在我身后，像岩浆倾泻而下。但现在也没有其他方法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我跪在地上，上半身在洗衣机，下半身在外面，这幅画面实在太过香艳，我很难想象徐总这样一个正常男人看见这样的画面会不会想入非非。等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到后面没什么动静，我的体力有些不支，发出气喘吁吁的声音，焦急的催促，徐总，你还在吗？徐总嗓音哑涩，目光在我的双腿后打转，像是在做某种思想斗争。我在。得到回复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我以为我很快获救，但是当徐一舟的大手抓住我的腰肢时，我立马意识到了不对，因为他根本没用力，而是直接摁住我的腰肢。我惊呼一声，但根本没有办法挣扎。徐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男人的气息裹挟着我，温热的呼吸缓缓凑近，我浑身酥麻，仿佛被电流击中，先前被老公撩拨的火焰燃烧起来。徐一舟另一只手按住我的腿，舒月，你别急啊，我可能得撩开裙子才能看得清。我大惊失色，不行！我剧烈挣扎起来，可是越挣扎，腰那里又痛又不舒服，而徐一舟的手一提一拉，撩开了裙摆。我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热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舒月，别乱动，我会帮你。我焦急不已，
快点吧，徐总。徐一舟的手像是有魔力，他的语气突然变得莫名，你别急，我这就用力。但是下一刻，我脸色大变，崩溃大喊，你的手！是下一刻，我脸色大变，崩溃大喊，为什么会有拉链声？徐一舟的手在我的腰上摩挲，宛如一条灵活的小蛇，我的脸颊顿时通红不已。那奇怪的异样感觉让我险些发颤。我咬住唇，徐总，你要干什么？他究竟想做什么呀？我内心万分煎熬，又莫名有些期待，仿佛徐一舟的手有魔力一般，让我不自觉想要靠近他。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客厅的开门声响起，是老公的声音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感受到领导终于用力，我也跟着用力，终于砰砰的响声之后，我被拔了出来。但是因为惯性，我直接撞到在领导身上，整个人几乎贴在他怀里，被强壮的男人圈在了胸口，姿势格外暧昧。我感受到一股浓烈的陌生男人气息，我惊得连忙爬起，却又再次不小心跌进他怀里。啊！我惊呼一声，整个人以跪趴的姿势趴在徐一舟的胸口，脸色迅速蹿红。男人衣服凌乱，也不好受，尤其看见我这副娇滴滴的模样，白皙的双腿几乎扑在他腿上，一双眸含着春水，潋滟的快要溢出来。他目光暗了几分，喉结微微滚动，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，强忍着心慌，试图找到支撑点，揪起他的衣服就要起身，然而因为双腿没有支撑住，我又再次将嘴唇轻磕到了他的喉结上。徐一舟闷哼一声，我急得手忙脚乱，耳根发热，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贴在陌生男人怀里，这个男人还是自己的上司。一而再再而三的扑在他怀里，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故意的？而且刚才我咬着唇瓣，刚才我真不是故意亲他的呀。抱歉，抱歉，我这就起来。徐一舟哑着声音要扶我，我帮你。林书月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老公冲进来，看到我们俩的模样，大发雷霆，垂在身侧的手青筋暴起，心口燃起一簇火苗，烧得他无法理智。看见老公，我心里一慌，赶紧在徐一舟的搀扶下起身，辩解道，老公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公脸色涨红，语气里流露出几分气急败坏的味道，他指着我大白腿上的淤青，以及我唇瓣上印在徐一舟喉结上的口红印。你告诉我，不是我想的那样吗？呵呵，林书月，你真是下贱，自甘堕落，为了升职你居然跟你的老板搞到一起。老公胸口不断起伏着，说着他双眼通红，心口犹如被钝刀凌迟。我被他说的发懵，看了看自己，短裙后面翻起来了，膝盖上也是暧昧的淤青。最令人无法辩解的是，因为刚刚不小心跌倒，我亲到徐一舟喉结上的口红印。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老婆偷情。老公一把拽起扫把，对着徐一舟就是一顿乱扫乱打，我甚至来不及解释。还有你这个臭虫，真以为自己当了官，有个职位就了不起，就可以对我老婆动手动脚了？给我滚出我和我老婆的家，跑到我家里来偷情，当我人是死的吗？徐一舟也想开口解释，他很冤枉，你听我说，你误会了。老公已经失去理智，没有什么误会，你他妈都对我老婆做这种事了，还叫没有误会？他气得发笑，我要上去阻止他，生怕自己因此丢了工作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老公，你真误会了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怎么会做那种对不起你的事呢？可老公这会儿正在气头上，我说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他一把将我推搡在地上，拿起扫帚对着徐一舟一顿打，将他赶出了家门外。我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满地狼藉，呜咽的哭泣起来，一切都完了。得罪了领导，事情闹到这种地步，我的工作还能保得住吗？我双眼含泪，心中酸楚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，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扑簌簌的往下掉。你还有脸哭？我都说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刚刚卡洗衣机里面了，是徐总帮我，结果我俩不小心倒一块了。我一边哽咽一边解释着，你看见我膝盖淤青，是卡洗衣机里导致的，衣服乱了也是因为那个。至于口红印，也是我跌倒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。现在好了，我工作全凉凉，
你满意了吧？得罪了领导，我还在乎这个家吗？我红着眼眶质问起了罪魁祸首。很久之后，老公才平静下来。听到我的话，他目瞪口呆，看着我身上被洗衣机卡出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然后想到我和领导倒在地上，他的气势瞬间弱下来了，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的靠近我。这么说，是我误会了吗？我生气的反问道，你觉得呢？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在家里乱搞。这一晚上他哄了我许久，并且还说找时间再请领导赔罪。我也很无奈，第二天上班之后，我就直接找到了领导。来的徐一舟办公室，我真诚的替老公向他道歉，眼里都委屈快要溢出眼眶。对不起领导，也是我老公太在乎我了，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。密闭的办公室里，只听得见我的抽泣。徐一舟心一软，突然抬手，用指腹轻轻擦拭着我眼角的泪珠，柔声道，别哭，为了你，我也愿意原谅你的老公。什么意思？我错愕地撞入他的眼帘，他眼底的炽热情绪仿佛要把人吞噬进去。握在我腰上的手指缓缓移动，他凑了过来，在我的耳边吹了一口气，你今天也很漂亮，很性感。不过我更喜欢那天你卡在洗衣机里的场面，更让人心动。我脚下一颤，脸上滚烫的温度还未降下去，心跳的频率就让我难以忽略。我往后退去，他却一把勾住我的腰，眼神似笑非笑的看了眼我穿的高跟鞋，眼神暧昧，你今天穿的高跟鞋，小心又跟上次一样摔倒了。上次，一说到上次，我就想到那天我扑倒在徐一舟温热的胸膛里的场景，还有我卡在洗衣机里时听见的拉链声。那时候他是不是也对我？一股难以言说的燥热席卷全身，连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。我的眼睛落在他的喉结上面，那天我的唇落在了那里，感受着他的情动。我的脸上漫起绯红，支支吾吾，老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我们家吃饭。徐一舟突然变得很好说话，很爽快的答应了老公的赔罪，决定当晚去我们家吃饭。晚上我和领导一起下班，他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，一双隐藏在百褶裙下的大长腿不自在的并拢。我发现徐一舟不时地看向我，幽深的眸投来一抹别有意味的目光。我又想到了昨天卡在洗衣机的一幕幕，我的唇瓣一阵干涩。如果说昨天老公没回来，他会对我做什么吗？我跌倒在他身上时，他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那种想法？想到这些，我竟然有些期待。徐一舟的身材很好，即便常年坐办公室，衬衫下也十分有料，比我老公强多了。一想到跟老公夜里枯燥无味的生活，我对徐一舟这个充满荷尔蒙味道的男人更感兴趣了。不如我今晚找机会支开老公。当我和徐一舟到家时，尴尬的是老公还没回来，我一脸歉意给老公打去电话。老公不断给领导道歉，抱歉，上次的事是我的错，我今天晚上临时加班，让您久等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他又叮嘱我多做点菜，别管他，让我千万哄好领导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无奈对领导耸耸肩，小脸粉嫩的红，实在抱歉。徐一舟倚在旁边，一双漆黑的眸掠过我的眼角眉梢，落在我的大白腿上，还有曼妙的腰线上。他看得喉头发紧，低沉的声音，怎么总是对我说抱歉？我以为我们之间不需要这句话。暧昧不明的暗黄色灯光，彼此的心跳声，都在挑逗着我们两人的神经。他微微朝我的方向走了2步，距离已经到了极限，但老公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，我不安地并拢起双腿，心底暗流涌动。我先去做饭。我落荒而逃，可背后那道滚烫的眼神，炙热的似要将我拆腹入骨。想到刚才徐一舟看我的眼神，我的脸越来越红，仿佛有一汪潮水将我托起，那种刺激的感觉让我觉得像在偷情。我一边挑拣着晚上做饭用的菜，一边打开了水龙头，然而我没想到转身的刹那，我撞进了一个硬邦邦的胸膛，我惊呼一声，徐一舟的声音从头顶压了下来，带着蛊惑的味道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我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粉红，往后一退，差点撞到厨房的灶台。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迅速拦住我的腰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肌肤相触，
男人声音沉闷，就那么怕我？我感到耳根发热，蔓延至全身。没有。我不自在地别过脸，试图做些什么来缓解这尴尬的气氛。可我们家里的厨房很小，一起做饭洗菜的话，不断地碰触到，让我感到刺激的是，徐一舟似乎看出了我对他不怎么抵触，他竟然趁着我在洗菜，手时不时地擦过我的衣摆，弄得我浑身发麻发痒，又有些出奇的舒服。徐总你……我咬住舌头，敢怒不敢言。徐一舟脸上淡然，手指却在不断作祟，他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，怎么了吗？舒月。他的手更加放肆了，我憋得眼泪花都快要出来，却还是不敢出声挑明。没事，我去切萝卜。我险些没能站稳，转身去拿蔬菜时，徐一舟也正好转身。我们俩直接卡在厨房中间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神迷离，居然直接抱着我的腰，他挺翘的鼻缓缓蹭着我的鼻尖。好痒啊！我又想到那天卡在洗衣机时发生的事了，那天他肯定什么都看见了。他对我也是有那种想法的，否则他不会有意无意的撩拨我。想到这儿，我故意将整个人靠在他身上，柔软的让他眼神一暗。徐一舟克制不住的吻了下来，那双大手还在我的腰间摩挲，温热的指腹带着薄茧，在我的身上肆意点火。我直接如同被电流击中，浑身战栗，双眼微睁，手指堪堪扶住旁边的墙才站稳。我如同受惊的小鹿，徐总。这吻一触即分，厨房里只剩下吞咽口水的暧昧声音。我们彼此目光相对，徐一舟钳制住我的双手，凑到我耳边，呼吸打在我的耳畔，电得我四肢百骸都酥软无比。又卡住了是吗，宝贝，我来帮你。可不是吗？我被他卡在厨房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只是一个已婚少妇，我也抵抗不了呀。我的眼神迷离恍惚，被他蛊惑的我情不自禁地勾住了他的脖颈，嗓音甜软，一舟哥。空间太小了，卡得我好不舒服。我早就忍不住了，徐一舟身强体壮，比我老公强太多，被他撩拨时，我的防线早已崩溃，整个人宛若一池荡漾的春水，只想任由他来抚弄。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，我的感官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冲击。这里，老公也在这里做过菜。想到这里，我整个人绷得很紧，那种偷情的刺激感让我羞耻的紧紧抱住徐一舟的腰。5分钟后，厨房门被打开，老公手中的菜掉在地上，徐一舟也停下了动作。此时此刻，我脸颊泛红，衣衫凌乱，尤其是我和徐一舟的姿势，暧昧的让人瞠目结舌。老公浑身发抖，他双眼死死地盯着我们，徐一舟将身上的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才让我显得没有那么狼狈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那双柔情似水的眼此刻闪过惊慌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徐一舟像不怕事似的，他依旧勾着我的腰，甚至还挑衅地咬着我的耳朵，看了一眼老公的方向，不是要和我道歉吗？你妻子已经用实际行动和我道歉了。老公的拳头咯吱咯吱作响，我的心尖一颤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。我扯了扯徐一舟搭在我腰上的手，偏偏他就是不松手。再这样下去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原以为老公会大吵大闹，可这次他只是一拳捶在墙上，闭了闭眼，将菜放到一边，安静地看着我，穿好衣服，我们谈谈。我不敢看老公的眼睛，怕看见他失望的眼神。他进了房间以后，徐一舟安抚地揉了揉我的脑袋，静静地凝视着我，嗓音低哑，别怕，一切有我在。我被徐一舟的话感动到了，心里暖暖的。这可能就是男人吧，毕竟我们刚刚温情过。可接下来还不知道要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，看着那扇我和老公婚房的门，我的心跳加速。即便穿上衣服，我白皙的脖颈上还有徐一舟留下的痕迹，他真是太疯了。果不其然，老公看见我脖子上的草莓，嘲讽的抬眼，在我们的家里做这种事，你是认定了我不会难过？我沉默着没有说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或许我跟徐一舟之间才是最合适的吧。算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他的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对我失望透顶，他沉沉看了我一眼，我们离婚吧。
我有些恍惚的往后退了一步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，当然我也从没奢求过他会原谅我。或许我们感情早就没有了吧，我心里涌起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看向这个跟我同床共枕多年的丈夫，有些酸涩。好，离婚。我收拾好了行李，看着这个温馨的小家，有些不舍得离开。徐一舟已经穿好衣服，在楼下等着我，看见我手中的行李箱，他愉悦的勾了勾唇，都离婚了，不如今晚去我家。明晃晃的暗示。我将行李箱交给他，坐上他的副驾驶，他的车刚刚发动，我就故意凑到他的耳边咬了一口。他的身体一僵，方向盘险些打滑，他看向我，舒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的车好不容易开稳，我的手滑到了他的衬衫纽扣上，看着他难耐的模样，我的红唇凑到他的脖颈边，呵气如兰，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。刚才你故意当着他面欺负我，这账我还没算呢，现在我们慢慢算。